让我们接着上一讲的问题，江充在太子宫挖出了巫蛊用的人偶，太子刘据马上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该怎么办呢？太子去征求老师石德的意见，石德做出了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劝太子以扶苏为戒。设身处地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石德的分析在情在理，武帝确实已经疑神疑鬼到了不由分说的地步，不然的话，太子刘据的两个姐姐朱翊公主和杨氏公主也不至于被牵连进了公孙敬生案，被亲生父亲质疑4岁。说什么虎毒不食子，那只是民间的逻辑，朴素而荒唐，并不适用于帝王之家。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我们留意，那就是无论太子刘据还是皇后卫子夫，在武帝入住甘泉宫的这段日子里，真的和武帝失联了。到底为什么失联？史料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不难想象的是，在失联的状态下，人难免凡事都往最坏处卡。当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太子刘据的位置，自然会怀疑武帝是不是已经死了，然后奸臣密不发丧，用非常手段仿效胡亥和扶苏的旧事。再看江充这边，要想做成非常之举，带着一伙响当当的男子汉闯进皇帝的后宫，东翻西翻，查问皇帝的女人们，当然要首先得到皇帝的首肯。而武帝不但批准了这项计划，还派了暗道侯韩越、御史张干和黄门苏文等人给江充撑腰。这就意味着武帝深知宫廷中人会倚仗特殊身份阻挠江充办案，所以毫无保留地给江充添加筹码。韩越是韩芒信的重孙，公告侯韩颓当庶出的孙儿，武帝年轻时候的男宠，韩嫣的弟弟。不但和韩嫣一样，也是武帝的宠臣，而且有南征北战之功，是个很够分量的人物。御史张干可以代表朝廷的监察部门，黄门苏文是宫里的宦官，所以韩越、张干、苏文这个搭配简直可以说是人力资源的黄金组合，足以替江充冲开一切阻碍。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武帝的意图已经用不着高情商的奸臣仔细揣摩了，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反过来看，有韩越这些人在身边，无论武帝有没有这个用心，客观上确实会对江充起到监督作用。关于这个细节，邢德勇先生是这样看的：稍其中国古代专制君主行事手段者，应不难看出，这同时也是令韩越等3人监督江充行事，以相钳制，防止其恣意妄为。这就意味着，如果江充要对太子刘据搞栽赃陷害的话，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邢德勇先生认为江充并没有冤枉太子。总之，江充有了在宫廷之中横冲直撞的能力，终于有所斩获，从太子宫中挖出了人偶。站在太子的角度，这实在是生死攸关且千钧一发的大事。父皇才杀了2个亲生女儿，难道就杀不得亲生儿子吗？如果再联想到赵婕妤才给父皇生了刘弗陵，赵婕妤的住处的宫门被父皇改名为姚母门，怎能不越想越怕呢？一念及此，能想到的办法就只有反戈一击了。7月壬午日，太子刘据派门客伪装成武帝特使，缉捕江充一伙。暗道侯韩越是个老江湖，疑心有诈，不肯束手就擒。太子门客呢，应该早有准备，当场格杀韩越。这个场景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战国年间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往事。当时晋国军队的统帅晋鄙疑心信陵君有诈，信陵君的门客朱亥从袖子里边掏出铁锤，当场打死了晋鄙，这才成就了信陵君的丰功伟业。但是太子刘据的门客没能把事情做周全，虽然成功格杀了韩越，逮捕了江充，却让张干带伤逃跑，直奔甘泉宫向武帝告状去了。太子马上采取应对策略，派门客吴居、持节夜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女官宜华向皇后卫子夫陈述事情的全部经过，
然后征发皇后下属的战车和武士，从武库取出武器，再征发长乐宫卫士，通报百官说江充谋反。太子亲临刑掌，斩杀江充，又在上林苑烧死了给江充当专业顾问的那名胡巫。接下来，太子安排门客为将帅，和丞相刘屈毛在长安城内打起内战来了。以上记载有很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虽然所谓壬午日也好，吴居和以华也好，未央宫和长秋门也好，时隔1000年来看，都只是无关紧要的枝节，但这些信息至少说明班固在注史时候的谨慎，他有足够的档案可以确认这些细节。那么我们梳理事情的主线，太子刘据的原计划应该是通过假传圣旨来逮捕江充一伙，逼出满意的供词，同时逼问出武帝现在是生是死的真实情况。如果确认武帝还活着，那就拿这份供词去甘泉宫向武帝求得谅解；如果武帝已经驾崩，那就治这些乱真贼词的罪，拨乱反正也就是了。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太子应该从俘虏的口中知道了武帝的身体状况，而张干带伤逃跑，这就逼得太子不得不一不做二不休，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这个更加激烈的行动本质上真的就是造反了。造反事业必须师出有名，于是太子刘据发布消息说武帝住在甘泉宫啊，病倒了，失联了，奸臣呢要趁机作乱。这样一来，太子兴兵就不是造反了，而是为了保护武帝，铲除奸臣。太子的军队迅速打到丞相府，丞相刘屈毛仓皇逃窜，连丞相的印绶都弄丢了。有丞相属官把消息通报到甘泉宫，武帝问道：丞相在做什么呢？属官回答说：丞相低调处理，没敢发兵。武帝暴怒，事情都闹到这么大了，还能怎么低调处理呢？丞相是一点都没有周公之风啊，看看人家周公当年是怎么诛杀管叔、蔡叔的。武帝的意思很明确，责怪刘屈毛不称职，这种时候就应当调动军队诛杀乱臣贼子，即便这个乱臣贼子有太子头衔。周公当年辅佐年少的周成王，遇到亲兄弟管叔、蔡叔搞叛乱，周公完全不留情面，该镇压的镇压，该处决的处决。当然，我们会问，周公当时不仅仅是辅政大臣，还是周成王的亲叔叔，周朝的江山有他好大一份股权，而武帝朝的这些丞相不都是政府雇员，夹着尾巴在朝堂上充数的吗？话倒是可以这么讲，不过刘屈毛这位丞相有点特殊，他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子，论血缘是武帝的堂侄，多少有一点汉帝国的故分。不过呢，刘屈毛到底有什么过人的本领，有什么亮眼的政绩，也许是史料缺载，也许真的是乏善可陈。武帝当初在指派他做丞相的时候，诏书里边还特意提了一笔，说把丞相府的班底一分为2，等待贤宰。这话呀，说的有点含蓄，如果直白来讲的话，武帝应该是想恢复汉朝初年左右丞相的制度，不再只设一名丞相了。从制度角度理解，这是要切割相权；从人事角度理解，武帝似乎不大看得上刘屈毛的能力。但诏书在结尾表示了一下高姿态，说亲亲任贤周唐之道也，意思是说啊，依靠亲人，对亲人委以重任，这是周代的优良政治传统；对没有血缘关系的贤人委以重任，这是尧圣人留下来的优良政治传统。我们汉帝国兼而有之。看刘屈毛的反应，似乎确实有几分亲心方面的考虑，真把自己当刘家人了，认为太子兴兵不过是父子之间的小误会，先冷处理一下，别让事态升级就好。而武帝虽然搬出来周公的样板，其实却是拿任贤的标准来要求刘屈毛，你要摆正自己的雇员身份，遇到叛乱就赶紧平叛，别管对方是谁。宋真宗时代官修册府元规，这相当于另一种体例的《资治通鉴》，整理各种有资治意义的历史事件，
把好榜样和反面教员分门别类，其中有实案这个条目，意思是没见识。第一个坏典型就是刘渠毛这一次的落荒而逃。那么这样一个刘渠毛真的可以平息事态吗？武帝会不会亲自出马和失联已久的太子刘据面对面沟通一下呢？我们下一讲再见。